参加应该是我们2020年最后一期 BSV 线上研讨会。然后刚刚我们也更换了一下开场的视频，是 BSV 生态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支持者 Kelvin Ayre 先生给大家发的一个新年祝贺语。然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远在日本东京的 MetaSV 的创始人何启明。何启明其实也是我们比特币协会的老朋友了，大家应该是听过很多次他的一些公开讲座，包括从去年的 CoinGeek 首尔大会上，再到今年的 Webinar 的技术 Webinar 活动，还有开发者大会上都有他的精彩演讲。今天呢，他其实在有一些微信的群组里面，他给大家炸了一条新闻，就是 MetaSV 又新升级，发布了很多的新功能。所以呢，他今天会在他的个人演讲当中，然后先介绍一下他们项目最新的一些进展。之后呢，我也会跟他进行像我们往常的这种访谈问答的形式，然后我们可以深度的探讨一下在 Bitcoin SV 区块链上这个数据服务商的经营模式以及商业前景。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何启明给大家做演讲咯。我现在把他的幻灯片打开一下，请大家稍等我一下。好，那我就把主播权移交给何启明了。好的，谢谢丽丝。可以听到吗？我这边。好的。今天呢，我们 MetaSV 主要发布了第2个版本，然后呢，之前也有一些合作的朋友，一直使用我们的服务，所以呢，在这里首先对一直给我们支持的各种生态的伙伴们，然后给予最大的感谢，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这个包括我们服务不稳定的时候，对我们多多包容，在这里我表示十分感谢。然后呢，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聊一聊作为Bitcoin SV 的数据服务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或者说它未来所有的一些机遇。好的，谢谢。首先呢，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块链的数据服务。可能大家对这个数据服务它的业务类型，它所涉及到的这些业务方面不太了解。其实数据服务呢，更多的是从区块链上面读取数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矿工是有区块链的打包权的，它可以把我们生成的交易打包给矿工。大家呢也为你上链的这些信息支付了矿工的费用。但是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你支付了矿工的费用，支付的那个费用仅仅是让矿工帮你写入到区块链中那样一个服务所支付的费用，而并不是保证你未来一定可以查询到这个数据。那么区块链的数据服务商就是另一个角色，它去存储全量的这个历史记录，然后呢，为这些记录提供完整的签名链的证明，也就是说，它拥有全量的历史交易，也有全量的签名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当你希望在未来的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还能够找到你某一天上链的数据，那么这个时候矿工可能已经把这个数据裁剪掉了，因为矿工校验交易不需要历史数据。有一种叫做 Prim 模式的，就是裁剪模式，它可以不需要。但是呢，你如果需要这个数据，你可能需要一种类似于图书馆一样的这样的服务商去找他要这样的数据。那么区块链数据服务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区块链图书馆一样的这样一种服务。那么它不光提供了区块链的全量的历史记录呢，还提供了交易的一些索引，然后呢地址的一些索引， UTXO 的索引。普通的全节点是没有这些服务的，这些是需要把这个全节点的数据给便利出来，然后呢把它分门别类到对应的数据库里面，这样才能给大家提供类似于像一个地址里面有多少钱一个地址它历史上经历过哪些交易等等这样的数据。那么区块链的数据服务呢，还可以帮助这个应用快速的或者说低成本的来访问区块链的数据。为什么说是低成本呢？
还是那个原因，因为你自己存储全量的历史数据是非常的沉重的，代价是非常的大的。就像我们很多很多很久远的历史图书啊，包括那个杂志啊，都是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而很难说有一个个人或者说普通人能够把全量的这样的那个数据给保留下来，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么区块链的服务商呢，比起打包交易，如何把交易上链，更关心的是未来如何去读取这个数据，如何低成本的把这些数据保存下去，然后呢，让读取数据这件事儿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下一页，谢谢。那么数据服务它在整个BSV 的生态中所起到的一些角色，也就是说提供这样的数据，那么能够服务于哪些这个应用呢？第一个就是可以帮助这个智能合约提供一些脚本的源码。这个脚本源码就是说很多智能合约它在编写的时候，实际上它的代码是写在交易里面的。那么这个交易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去花费这个交易，或者说调用这个合约的话，很可能是需要这个交易的原文的。那么这种交易原文或者说交易的这个源码就可以从数据服务商这里获得到。数据服务商还可以提供引用链的证明。这个引用链呢，指的就是说很多这个类似于 UTXO 这样的 token， 它现在的方案都需要证明这个 token 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 token 不是伪造的。那么证明这个不是伪造的呢，有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就是说，会引起这个数据的膨胀，这个细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另一种方法呢，就需要一个第三方来证明当前的 token 是合法的。要证明它合法，就必须要把它从创世至今的所有的这个历史记录全部提取出来，来证明，形成一条链条，然后呢，证明这个链条的完整性。来证明这个合约是合法的。还有呢，就是应用数据服务商可以提供 Oracle 的这种服务，它可以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证明某些合约的条件是否具备等等。那么这是对智能合约所能够带来的帮助。对于钱包的应用呢，主要是可以提供钱包所需要的 UTXO 以及这个 UTXO 它需要的 SPV 的证明。包括钱包里面所有的地址，它的转账记录等等。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用这个 HD 钱包，大多数人的交易没有那么多，所以感觉不到这个 HD 钱包它的一些痛苦的地方。如果说你经常使用，类似于像 Simply Cash 之类的这种钱包来进行交易的话，你会发现，当你的交易量越大，你交易的时间越长，这个钱包加载的速度就会越慢。这是由于它的技术原因导致的。尤其是你在使用了很长时间一个钱包之后，你再去更换到另一个手机上导入助记词，重新同步的时候，这个同步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如果说有大量交易的这种经验的朋友，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痛苦。所以数据服务在这里面起到的一个角色就是可以快速的帮钱包的服务商定位到这些所需要的 SPV 的证据以及它的交易，可以减少这个数据同步的时间。然后呢，还有一个角色呢，就是它可以为链上的数据提供链上数据应用提供这个历史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 MetaNet 协议，就是我们的 MetaID 这样的协议。MetaID 这样的协议呢，它也是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索引，然后呢，包括 Bitcom， 我们的 Vbot 就是使用的 Bitcom 协议。像这些协议，它本身是散落在这个庞大的这个交易海中的，需要有人把它们分门别类的总结起来，然后才能给大家提供给大家使用。所以数据服务商在这里面提供的就是为这些数据类的应用提供链上的历史记录的查询。然后呢，还有一个角色呢，就是为终端的用户提供浏览器的查询。大家平时转了账之后呢，都希望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转账是不是有效的呀之类的，看看自己账户的余额之类的。这是给普通的终端用户所使用的这个浏览器的查询。好的，谢谢。下一页。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数据服务呢，它数据服务的一些特点。然后呢，我们现在来讲为什么这个数据服务，现在能够实现数据服务的厂商比较少，尤其是在 BSV 这种大区块的区块链上面，能够提供全量的这个数据服务的，商家比较少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存储成本非常的大。存储成本主要不只是全节点的存储成本，还包括就是你索引之后的这些数据，它的存储成本。这个数据大概会比全节点的数据量放大4到5倍，取决于你的这个存储的内容，会放大4到5倍。如果说你存储的内容更多的话，可能会放大10倍以上。也就是说，现在300GB 的这个全节点数据放大了以后会变成3个 TB，极端的情况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存储成本是一个对于数据服务商来说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困难。还有呢就是说它的场景比较众多，然后呢逻辑也比较复杂。我们的全节点一般只是说提供一些类似于地址hash transaction hash 到这个交易本身的索引，而没有一些我们应用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逻辑，包括像 MetaNet 所使用的这个父子关系的这样的查询，以及像 BCOM 协议这种类似于从链上搜索文件呀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场景，你需要数据服务需要对各种各样的场景进行支持。而且不同的场景，你需要从里面抽象出相同的东西，然后呢，抽象出，你如何去处理这些相同的逻辑，抽象出不同的逻辑等等。所以在你实现这个数据处理的过程中，这个代码包括逻辑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一个难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大区块的时候的处理的性能瓶颈，这个性能瓶颈其实是所有的浏览器都会面对的。为什么说呢？大区块它是个性能瓶颈呢？大家说，可以加机器来解决，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平时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交易量，不可能预置那么大的机器在那个地方，因为你放在那儿也没有人去访问，也没有人利用它，它就纯粹在浪费钱。而真正的瓶颈是在真正大区块来了之后，你能不能实时的把你的这些资源调整到大区块可以消化的那么一个程度上，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进行自动的扩容。这个自动扩容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搞工程的朋友都可以理解，这也是自动扩容的这种架构也是数据服务商所面临的一个难点。当然现在大家不同的厂商对于不同的这个对于这种大区块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里呢就不详细聊了。如果对这个自动处理或者说自动扩容感兴趣的，我们可以私下讨论。下一页。现在呢聊一聊我们 MetaSV 1.0 版本到至今踩过了很多的这个坑，也面临过很多的困难。这里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作为从业者所面临的一些，或者说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错误。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提供类似的服务，可以避免这些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交易解析以后存在大量的重复性的数据。这个重复性的数据，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交易里面包含交易的叫 input 输入和输出。如果说你把输入和输出单独的存成一个表，那么这个输入和输出就会总共会存在2份，一份是在交易本身里面，另一份是在你存储输入里面，另一份是或者说你存储输出里面。也就是说这里面会存在大量的重复性的数据，或者说一个交易牵扯到了多个地址，那么多个地址就会生成多个地址的这个记录。所以说其实这些记录完全是可以从一个交易里面抽取出来的，或者说你通过一定的运算转换是可以把它转换出来的，而不需要把它全部展开，然后呢放到不同的表里面。我们第一版就是因为全部展开数据导致数据放大的倍数过大，到后面这个成本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所以说这个大量重复性的数据在这个数据服务商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我们需要去抽象和总结这个比特币本身它的交易的特点，交易的这些结构的特点，然后呢，把这些结构的特点组合起来，然后呢，来减少这个重复性的数据。第二个呢，就是数据的单位的价值比较低。这个单位价值，我们应该是说服务商最重视的一点，就是数据存储数据的单位的价值。这个单位价值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也就是说你存的那个数据究竟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用，有多少用，就是能不能把它量化成一个这1GB 的数据存进去以后有多大的效用，能够服务多少人，能够产生多大的效用，这个是数据服务商来判断你是否存某些数据它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第一版就是说因为追求大而全，所以这个数据的单位的价值非常的低。其实可能99%以上的数据都不是大家所需要的，而我们却要为这99%的数据承担大量的成本。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数据的生命周期。对于服务商来说，不可能说把10年之前的数据，然后呢也放成那种可以立马查询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的热级别。我们数据分为冷和热，热数据就是大家都关心的可能近期的数据，可以立马查询出来。冷的数据呢，就是说你不追求这个查询的速度，而只追求这个能够查出来。而这样的数据呢，因为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存储的这个成本比较敏感。你放那种比如说像 SSD 硬盘上面，这个成本和放在类似于像磁盘或者说更低成本的这种存储上面，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作为一个数据服务商，对于数据生命周期重要的，如何把数据从最热的数据转冷，然后呢再到最后 archive 把它整个打包收藏起来，这一系列过程我们之前做的都是不完善的。这个也是我们日后所就是说未来所投入大量精力的地方。然后呢，作为一个数据服务商，我们的 API 的定义比较混乱。这个 API 的定义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之前工作的公司它所进行的这个 API 的定义，包括一些状态码呀等等。这些其实因为每个公司有自己的这个逻辑，每个公司的这个代码有自己的各种错误码之类的，这在工程上就很难达成统一。所以呢，新版本我们对这个 API 的定义进行了大量的优化，能够支持就是我们采取一套通用的协议，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进行访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类似于互联网的 TCP/IP 一样的协议，大家用的是同一套协议，这样的方法来定义 API。所以在实现上面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我们等会儿会谈到。还有就是说旧的那个架构了，旧的架构是相当于并不是非常完善的这个 AWS 的云上面的架构。然后呢，之后以前也缺乏一些类似于日志报警啊、监控啊，来了大区块我们也不知道等等。现在在逐步完善这些系统，也把它迁移到了更好管理的平台上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对服务的定价上面比较困难。其实作为这个数据服务商，如何对数据进行定价，模式非常的多，我们现在也在摸索中。有对这个数据的历史时间来收费的，然后呢，也有对于这个按订阅来收费的，或者说按访问次数来收费的，但是各有各的困难。这个也是对于这个数据服务的定价模式是一个需要深入考虑的这样一个话题。下一页，谢谢。这里我们刚才重点强调的一点，对于数据服务商来说，就是你存储的单位数据的这个价值，存储与索引数据的成本与潜在的收益之间，你需要进行一个权衡，并不是说数据服务商大而全就是完美的，大而全代表着你要投入大而全的那个成本。所以说，如何去区分出来这里面的数据，谁是有更高价值的，谁是更低价值的，或者说只是垃圾数据？
因为像现在 BSV 的这个交易费用比较低，所以上面大家发送一些可能低价值的这个交易的成本也会比较低。但是对于数据服务商来说，如果对每一个交易一视同仁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我刚才说的那种现象，99%以上的数据都是不需要的，你却要为这99%的数据承担99%的成本，所以这是显然在一个商业上面是不可行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我觉得作为这个数据服务商，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如何区分出来数据的这个单位的数据的价值，或者说你存储这个数据的投入产出比。下一页，谢谢。好，这里介绍一下 MetaSV 2.0。提到了刚才我们踩过的一些坑。那么 2.0 呢，就是我们对之前的服务的一个改善。当然，现在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完善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在持续的去更新，持续的去完善。最大的一个改动呢，就是说削减了存储的成本，大量裁减了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数据。现在大概能够把存储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3，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善。一个是数据量少了，对于这个处理上面它的瓶颈就会来的比较晚。因为你对一个特别大的数据集进行操作和对一个小的数据集进行操作，它的那个性能消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削减这个存储的成本，裁减重复数据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改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用注册制来代替全量的索引。为什么说使用注册制呢？就是当我作为那个服务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数据是有用的，但是你作为应用方，你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数据，而且你愿意为你需要的数据付费，那么这样就说明了你所需要的那个数据它是有价值的。通过注册制就可以找到这个某些数据的它所对应的价值，比如说这个数据可以是某一类的协议，类似于 MetaID 的协议，用的人比较多，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个 MetaID 的历史，所以它相对于普通的交易来说就是价值比较高的这样的那个什么类似于像我们存的一些图片呀之类的各种数据，它的单位价值就比较高。或者说某些服务商它的特定的钱包，他用户的钱包，他愿意为他用户钱包的历史去付这些费用，所以说他的用户的产生的交易就是比别人的交易要值钱。所以说注册制可以完全可以借助市场来发现这个数据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裁剪版的全节点，原来使用的是这个 full node， 就是说未裁剪的这个全节点。现在呢，我们通过各种这个备份机制啊，还有数据找回机制，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把全节点裁剪以后还能找回全量的这个历史记录。所以我们现在的全节点只有30个 GB。这样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接口它是依赖全节点的，比如说像广播接口啊之类的，它依赖全节点。全节点本身需要做到高可用，高可用意思就是不能只放一台。如果说我们要放三台全节点的话，来提供这个服务，那么如果说它真的是全量数据的全节点，对于我们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说像现在这样，我们使用裁剪版的全节点，那么我们可以放3台甚至4台全节点，然后呢来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的历史记录被我们压缩和备份了，备份到更便宜的存储介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需要历史记录的时候，可以把它解压，可以把它再找回来。但是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平时就不再消耗这个钱。然后呢，对于架构方面呢，我们服务迁移到这个 K8S 了，这个就比较偏技术了，配套了一些监控报警的系统。像原来的这个服务宕机之类的，我们是无法察觉的。但是现在的话，因为配套了很多这个辅助性的系统，包括产生大区块了之后啊，包括那个处理性能跟不上，甚至我们现在这个处理交易的这个 TPS 之类的衡量，我们现在都有对应的系统来进行一个量化和监控。然后后面呢，我们计划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发完，计划使用订阅制来进行计费。为什么使用订阅制呢？就是说给大家这个一个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计费逻辑并不只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对于用户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对这个计费设计的非常复杂的话，用户可能搞不清楚他究竟为哪些东西在付费。所以说这个
我们后面可能会把这个划分为几个档次，根据订阅来收费，比如说不同档次的月费是多少，这样是相对于，设立复杂的，比如说按量付费的、按流量付费啊之类的这种更加简单一点的这样的方式，比较方便我们度过早期。如果说等这个规模变大了之后，再考虑更加细分的这种计费模式。下一页，谢谢。好的，那么新版本的这个说明呢，就是说我们主要使用 Open API。Open API 实际上以前叫 Swagger 了，这个搞技术的同学们可以了解一下，它是一种怎么讲，类似于TCP/IP 这样的协议，它只是一个协议，大家遵照这个协议来定义 API， 就是你的 API 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你可以按照自己公司的协议去定，但是呢，如果说你按照了这个 Open API 或者说 Swagger 的协议来制定的话，别人在实现你的 API 的时候，或者说在接你 API 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大家都用的是同一套协议。这个时候呢，就会额外的附带很多的好处，我们等会儿会看到这个附带的好处。成本呢下降了70%，这个是裁减了很多这个重复的数据，以及就是说过期的数据。我们把它打包和备份上传了之后，现在的这个存储成本大概是原来的1/3这么一个级别。之后呢，接口现在的2.0版本的接口呢更加的精简了。我们通过就是说这些接口的它的特性，把这些接口分为了不同的组，然后呢按组来进行这个业务逻辑的划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开发或者说大家使用这些接口的话，就会更加的清晰。多种客户端的支持。现在呢，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Open API 的这个协议，所以大家可以利用 Open API 所提供的一些 code generator。这个 generator 就是说代码生成器了，让机器来编写这个代码。只要拿到我们的那个 Open API 的文件，就是说我们对这个API 的定义文件，那么就可以生成各种语言的这个客户端。比如说大家常用的 JavaScript 的，或者说 Python 的、Java 的，都可以生成对应的客户端。这个我们的那个GitHub 里面有写怎么去生成它。然后呢，包括像很多开发者使用的 Postman， 我们现在支持 Postman，因为也是出于刚才那个原因，因为协议是固定的 ，Postman 导入我们是不需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特定的协议，因为大家用的是一样的协议，所以说 Postman 可以直接导入我们的数据，然后呢直接生成我们所定义好的接口。这样的话，在 Postman 上面可以方便的操作这些 API。还有呢，就是新版本，虽然这个 Open API 的定义里面没有写到 Stream 的支持，但是我们下一个就是说新版本并不放弃对 Stream 进行支持。Stream 会另外单独做成一个新的产品，因为它和 Open API 不太契合，包括业务模式啊、计费逻辑等等都不太契合，所以说 Stream 接口我们后期会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并且这个 Stream 接口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动，它几乎是重新做了一遍。现在的无论是性能啊，包括能够承载的这个订阅数啊等等，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 Stream 接口我们会继续支持下去。下一页，谢谢。未来的规划呢，就是说根据开发者的需求了。我们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友商需要历史的这个地址的这些历史记录啊 ，Xpub 的一些那个具体的历史，因为 Xpub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 Xpub 里面会涉及到可能成百上千的那个地址，因为大家每次的钱包你用完就换一个地址嘛，你用了多少次交易就会生成多少次地址，但是呢，你的历史地址里面收到的钱你还是能够收到，所以说。那个 HD 钱包你越用就会越重，越用历史压力就会越大，所以我们和友商在这里面大家发现了共同的需求，所以我们下一步是支持这个 Xpub， 也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功能。当然这个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免费开放的，因为 Xpub 它本身是非常重的一个功能，可能是一个付费的 Premiu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付费模式也是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规划，因为其实付费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起来的，因为如果要支持付费的话，你需要支持对应的钱包啊，需要支持付费的扣费逻辑啊、扣费规则啊等等各种辅助的这个系统。目前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功能上的开发，所以付费模式是未来的一个规划。然后就是各种 token 的协议，但是 token 的协议呢，因为目前各个 token 还在处于一个原始的提案阶段，包括这个生态啊之类的各种还不太完善，所以 token 协议在我们未来规划的里面，但是它的优先级没有前面几个高。等后面有了大家通用的这个 token， 或者说比较设计的完善，然后呢推广度比较好的这样的 token 之后，我们会考虑去支持这样的 token。谢谢。好了，下一步就麻烦丽丝简单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Open API 的调试的这个平台，就点一下这个，这里呢就是一个 Open API 的新的界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各种各样的接口。其实 API 本身就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数据，一部分是行为或者说接口。然后呢，我们看到有 block 相关的、transaction 相关的、address 相关的，然后呢有 outpoint 相关的，还有和 Merchant API 相关的这样的接口。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接口本身是根据不同的业务逻辑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然后呢底下有统一的数据格式，就是说我们返回什么样的数据，大家可以从底下看到。意思麻烦到第一个，我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操作平台是怎么用的。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熟悉 Swagger。当你点开了一个接口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接口上面写了一些备注，比如说这个 block info， 它的备注就是从权节点获取当前的区块链的状态。这个区块链状态包括当前的区块链大家同步到多少高度了，当前的 POW 值是多少，当前的难度是多少，等等等等这样的数据。然后呢，丽丝麻烦点一下右边的 try it out。 好的，这个就是 try it out， 就可以让你去在这上面实际对我们的服务器发送这样的请求，点一下这个 execute， 它就会对我们的服务器发起这样的请求。麻烦丽丝点一下这个上面的 蓝色的按钮，蓝色的大按钮。对，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往下调有一个 code 稍微往下，好，这里停了。这里呢就是我们服务器实际返回的数据，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去调试这个 API。这里面可以比如说设置各种各样的参数啊，设置各种各样的条件，然后呢也可以从这里面直观的看到我们的服务器会返回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对于大家编写这个程序来说是非常的便利的。甚至可以简单的当一个区块链的浏览器来使用。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版的区块链浏览器，我们后面会支持专用的给普通朋友就是普通的用户专用的这个浏览器。这个是面向开发者的，它相对比较专业一些，就涉及到了我们的服务器会返回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定义，就是只要你严格按照这个 Open API 的协议来对我们进行请求，那么一定会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这里面的返回值相对于 1.0 版本也进行了一个改良，我们砍掉了很多没有用的这个状态码之类的，完全采用 REST API 的这种模式，就是采用一个标准的模式。这样的话我们也方便，开发者也方便。好的。丽丝麻烦再尝试一个接口吧，再尝试这个 block 第二个接口。这个接口呢就是取最近的30个区块它的数据执行一下不用传参数，直接执行一下 execute。 好了，可以看一下结果，我们往下拉一下。对，这个就是取最近30个区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像我们这个数据传出来不同的区块的高度啊，它的这个区块的 hash 啊 prev 以及 Merkle root 之类的，就是说根据大家需要在这里面可以提取它的数据，然后呢也可以传翻页的参数，然后呢把它进行翻页等等。这就是我们 2.0 的这个 Open API 这方面主要的一个改动。好了，丽丝，这个麻烦关一下。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那个 developer.metasv.com
然后第二个呢是 GitHub 的这个仓库，麻烦丽丝打开一下。GitHub 的仓库呢，实际上就是存放我们的这个 OpenAPI 的定义的地方。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包括意见或者是建议，以及我们的这个代码上的 bug 都可以提交到这里面。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Swagger， 包括那个API 定义的源代码就在那个 OpenAPI 点 YAML 那个文件里面。然后呢，这里面意思稍微向下拉一下，向下拉一下。这里面介绍了怎么把这个 OpenAPI 导入到这个 Postman 里面。大家很多开发者使用 Postman， 所以把它导入到 Postman 之后会非常方便的去开发。还有呢，就是说生成这个客户端了稍微向下一下，生成客户端，麻烦点一下这个 Client SDK 底下的这个连接。这个就是 OpenAPI 他们有一个 OpenAPI Generator 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所开发的一系列的这个generator， 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语言，基本上现在主流的语言都可以覆盖到。所以说大家在使用我们的 API 的时候，可以用我们刚才那个 OpenAPI 点 YAML 那个文件，配合这个 generator 生成自己所对应语言的 SDK， 这样会极大的提高开发的效率。而且我们以后对接口有变更了之后，你再重新生成一次 SDK， 就不用对我们的接口、我们的改动进行修改，直接让电脑自动的对这些改动进行修改就可以了，可以提高这个开发的效率。好了，演示就到这里可以了。不好意思，点没错。那应该是你的那个已经关了，那我们就可以切换回直播间的模式了。我把你设为主画面。对，然后感谢何启明的这个演讲。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自从切换到企业微信之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创下了在线观看人数的高峰，现在同时在线有将近120个人。然后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肯定还是对你讲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肯定不是对你这个个人感兴趣吧？对，然后因为确实是数据服务，既然我们都说 BSV 最大的价值其实就是它会未来成为一个承载一切数据，而且可以深度的赋予数据价值的一个网络。然后所以呢，数据服务商的这个角色现在看起来他们虽然在整个 BSV 生态当中还比较弱小，或者是感觉没有发挥出那么大家对它期待的作用，但是我们都能够看到未来数据服务商的在生态中的这个占比会越来越高，重要性会越来越强。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你是从去年开始做了一个叫 RateSV， 把一些交易所的交易数据上链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个算是你在 BSV 上做的第一个项目吗？是的，在 BSV 上做的第一个项目。但是呢，当时在做 BSV 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做这个基础设施上面它的不完善呀，然后呢还有这个以及就是说盈利模式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它这个能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还是回归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数据它本身它的价值怎么被挖掘出来。我们之前设计 RateSV 的时候，希望的是通过竞价的模式，然后呢让大家通过竞价来发现这个交易所的这个历史数据的价格，但是最后会演变成了一个通过竞价来找到大家的那个喜欢的或者说大家热门的这个币种，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在抢一个商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的，也不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这样的模式。RateSV 目前的话是我们计划是先暂时的搁置，等这个基础设施服务足够完善了之后，实际上后面会把这个 RateSV 并成 MetaSV 的一部分，然后呢同时作为一个数据服务的某种特定的数据服务。其实跟你比较像的有一个 BSV 的一个项目团队吧，就是冯新宇的收配
你应该也是你们未来的合作伙伴吧，潜在的合作伙伴。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尤其是在首尔大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所带着的 BSV 的项目是做这个数字货币支付，然后也是在今年开始转型，开始做这种链上的去中心化身份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到，其实很多 BSV 的这种开发团队和开发者，在经过1到2年的这个逐步的探索和演变的时候，其实对你们个人也是在不断的成长和就是转换，然后再选择你们认为当下更合适的跑道。比如说，对于去年和今年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BSV 网络的这个真正扩容能力被大量的释放出来了，再加上很多针对于这种应用或者针对于矿工或者中间层的这些服务的工具或者是一些开发组件吧，都放出来了。所以现在开发者和开发团队可以选择的机会会变得更多。所以你在切换跑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其他的机会，但是被自己把它给否定掉了？这里就聊一下为什么我们最后会选择一个数据服务商这样的一个，其实它在前期基本上是很难盈利的，是一个成本比较高，因为它的开发难度相对也比较大，然后系统的复杂度也比较大，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赛道呢？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发挥我们团队的这个从技术上面的优势，或者说我们专业性的地方。可能我们相对是比较偏技术的团队，所以说在这个云计算方面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啊，包括这个对于架构的实施啊，还有这个扩容、自动扩容、伸缩这些能力，和我们本身的工作也是或者说前职的这个工作是比较契合的。在这方面呢，比较更加容易发挥出我们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我们的专业性的优势，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其他的跑道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身在日本嘛，现在是身在日本，其实在日本本身这个环境啊，包括和国内的联系来讲，都并不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说综合考虑来看，为了发挥出我们这个更多的专业性，能服务到更多的人，其实作为基础设施服务，更加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包括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成本的优化，其实MetaSV 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了。然后呢，这一年其实我们经历了大量的改动，甚至就是说团队里面也经历了一些变动。但是呢，到目前来讲，我们其实对这个数据服务它本身的这个模式啊，包括它的这个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的这个经验，也其实踩了很多的坑，所以后面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其实我们私下也跟很多开发者进行过沟通，也比较切身的了解大家这个目前的需求，也比较切身的了解现在大家对于基础设施还不太完善的一个，或者说一个不满意的现状吧。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对这个整个生态的这个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刚才你也谈到了，其实这一年当中 MetaSV 也做过比较大的调整，就大家看不到的，除了我们看到你们在稳步的每几个月迭代一个比较大的版本之外，其实你们背后包括团队，包括你个人的职业发展都也经历了一些转化。这个你可以愿意再给大家讲一讲吗？因为我知道你换了工作，从一个交易所换到另一个交易所。对，我从一个某国内的头部交易所换到了另一个某头部交易所啊，这个是一些个人的原因了。而且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我们项目原先是有这个原公司的一个支持，但是呢，作为原公司的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动，这个具体的这里就不谈了。发生了一些变动之后呢，导致我们突然失去了这种支持。其实一开始作为有这种支持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成本方面，或者说这个性能啊，包括开发团队成员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这个顾虑，因为有这个一定的保障在那里，但是没有足够的顾虑。然后呢，在今年的大概9、10月份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些比较大的变动，所以我们这里面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费用呢要由自己来承担了，所有的这个费用其实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就是，对于个人来承担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沉重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过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反向的，因为你自己掏钱才知道心疼，你自己掏钱每一分钱才知道那个钱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后面就说自负盈亏了之后，下了血本去优化这个存储的成本，就是说把一些基本上能省钱的地方全部都去省钱，能够就是说提高这个投入产出比的地方，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进行，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比当时可以控制到当时成本的1/3，但是这个1/3目前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因为毕竟是全量的历史记录嘛。不过呢，后面可能随着一些我们后面开放一些盈利的这个付费的一些接口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呢，目前来讲，我们做好了这个长期提供这种服务的准备，因为目前的这个成本已经控制到了我们的团队比较可控的这样一个范围，在未来的很多年都可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变化有些时候并不是坏事，有些时候变化反而会去推动你去完成某些原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变化其实是一定的好事儿，也是好事儿，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从最开始不可能说一成不变的，最后就一路到底了。所以说，我觉得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这个在未来也是适用的。包括我们 MetaSV 的服务，从 RateSV 到 MetaSV， 再从 MetaSV 1.0 到 2.0， 所以未来变化，其实是一个，变化才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应该拥抱变化，应该去积极的去应对这样的变化。对，我很认可你刚才说的，就是关于变化和不变的这个事情。尤其你刚才在幻灯片里面讲了，说你们这一次升级把成本砍掉了70%，是吧？不逼你上绝路，你可能是没有想过一下子可以砍掉。不逼你自己出钱去，不逼你自己出钱的话，你是不知道这个钱的心疼的。对，我觉得这一种就是经济原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经济道理，成本和收益，然后谁来承担这个过剩的这个成本，谁来获取到这个超额的收益，这些简单的经济道理，其实未来在长远当中会在比特币的这个网络当中发挥到极致。只不过我们现在只是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里，只看到了一些看起来表象上好像经济失灵的这么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把这个时间轴放长了之后，其实比特币它依然是最合理的一个经济系统。就大家为了这种最简单的自我的经济利益驱动，就可以让这个网络可以更健康、更长久的发展下去，它可以成长为一个公开、诚实、可信、可审计的网络系统。对，其实很多朋友并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其实今年的这个 BSV 它的这个网络啊，它其实创立了很多这个以前从未达到的高度。这个我们作为区块链浏览器的这个开发商或者说数据服务商，我们的体会是非常的深刻的。我们面临了很多这种浏览器或者说很多币种从来没有面临过的巨大的那种区块，我们面临的工程挑战，包括这个业务上的挑战，是很多人没有面临过的。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也好，经验积累也好，其实都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这些一个一个的突破，其实就是我们所沉淀下来的那些最核心的价值。未来我们和那些其他的币种去竞争的时候，其实靠的就是这些慢慢沉淀下来的这些价值。当我们能够轻松处理100万或者说1000万级别的这种区块的时候，别人还在沉迷在那几千笔交易的那种区块，也不去考虑升级系统，也不去考虑优化这个成本。当真正有那种落地应用的时候，来了大量的这个交易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的处理，而别人那个时候再反过来走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生态切换到我们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种
这种经验或者说这种竞争力的积累，其实在长远来看，比短期的币价涨跌要更加的有用。对，它是币价的那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它的是一个基础层。所有的币价的共识其实都是建立在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一个我们目前只站在一个时间轴的一个点上看，还是说把这时间拉得足够的长？然后我们说回到这个数据服务的这个职能，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坚信未来 BSV 的网络上会有非常多的数据价值存在。当然，我也很认可你说的，就是数据其实有些是价值非常高，有些是没有价值，有些是可以深度挖掘价值的，这才有大数据这么一个行业嘛。大数据不仅是数据收集，然后再分析、计算、整理，然后挖掘，然后甚至得出一个可以指导未来的结论。但是呢，现在我们出于早期，可以先做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数据更好的归集整理起来，先挖掘出来初步的有价值的数据。尤其 BSV 网络跟普通的互联网网络上的数据还不一样，就是每一笔数据它其实本身就自带了这种数据相关方他们所认可的一个价值，不然他不会把数据放上链上，对吧？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认为未来的比特币网络的这个中间服务层，他们更有可能终极形态是直接跟这个未来的一些企业应用，或者像你说的钱包服务商甚至什么交易所服务商或者一些终端，去直接跟他们定向的去合作与服务。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可你是否认可这个说法，就是未来的终极的形态很可能是这样子。对，因为很多时候还是我说的这个数据服务商如何去发现数据的价值。刚才就提到了，就是说钱包商当他愿意为你的提供的服务去付费的时候，那么他用户所产生的数据价值就超过了没有付费的用户的价值。对于我这个价值只是对于我们来说，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发现价值呢是需要，就是说更多的是 to B， 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接入我们的服务的话，首先需要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技术的门槛啊，对这个技术的理解呀，包括真正要是找到这个使用的场景，其实更多的是开发者，也就是以及开发者背后的他的这个 business 或者说他的这些企业级的这些角色。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个服务更多的是面向 to B 的，然后呢，在 to B 的过程中，其实更方便的帮助我们发现这个数据的价值。我现在了解到的很多做这个浏览器功能或者他们在浏览器上的这个服务器硬件投入比较强的公司，通常就是矿池或者是交易所。矿池因为本身他们就需要这个云服务的这个基础设施嘛，所以对他们来说只是再增加一点点。然后包括矿池也要去爬这个区块信息，所以矿池在这方面基本上都有。还有就是交易所，因为交易所确实是有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所以他们肯定对这个链上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准确性要求会更高。但是慢慢的 BSV 上可能会分化出来一些专门的这种数据服务商，比如说我认为之前的 What's on Chain 就是被 TAO 收购了，可能就是为了之后做这种数据服务方面这样子的工作。然后据你所知，你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竞争的，算是跟你在同一个领域里竞争的一些其他的服务商吗？目前的话，在 BSV 这个生态里面提供的，就是说比较主流的，就像 What's on Chain 啊，还有这个一个叫做那个 Matter Cloud， 对，就是 Matter Cloud， 他们也是提供类似于我们这样的数据服务。还有一些像矿池或者说浏览器比如说交易所提供的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我还是想说一点，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专业的分化度的。其实大家虽然都需要基础设施，但是可能着力的点不太一样。这个里面比如说矿工，我们以矿池为例，矿池呢它的肯定硬件投入不会低的，但是它更多硬件投入在哪里？就或者说同样的硬件投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当你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演化出来不同的专业领域。
矿工呢，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是打包交易。打包交易所需要的，首先所需要的硬件和这个数据服务商所需要的硬件，它就有一定的不同。比如说打包交易可能需要计算性能更强的这样的服务器，以及甚至未来可能是专门用来打包交易的这种硬件化的这种服务器，就是专门设计出来就是为打包交易的。而且矿工需要非常强的那种网络，就是低延迟的网络通信，来保证不会去丢块等等。它需要在这些方面，就是说对于交易的校验方面、交易校验以及交易传输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而其实这个和这个数据服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当然，有些矿池为了完善它本身公司的这个业务生态，会去做这个数据，他不想说在这个数据方面有所缺失。但是实际上我想说，做不做是一方面，但是一旦做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所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也分享到了，就是数据服务商所关注的是数据本身的价值，然后呢，以及数据的成本、存储成本、数据的热转冷生命周期，以及这个 API 的设计等等这些方面，而并不是矿工所关注的这个交易校验与交易传播。所以说，当你在两个领域就是说有一定的专业性了以后，很可能就会分化成不同的工种。你可能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也可能是不同公司的，最后单一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工种，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在这里面有一些矿工或者说交易所去进行这个浏览器的服务，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是他们可能更多生态的一部分。比如说像腾讯、阿里，他也会做一些并不是他们主营业务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就是为了完善他们的生态。这个是因为大家是自由的嘛，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所以但是并不是说别人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它的专业度和矿工并不一样，所以说只要是具备了这样专业度的团队，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做这种事情的潜力的。对。那么就是你也说了，其实数据服务的这一个事情，很多本身已经在区块链行业里、区块链上面生态当中有一些自有业务的，他们可能做一部分数据服务，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增加一小点点的这个业务板块，或者增加一点点的成本。所以像你这样专门做数据服务的，一定要提出一些更优质的服务来吸引到你自己未来潜在的客户，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也想问一问，现在你是不是很方便透露，就是你现在已经有的潜在的客户？现在有的潜在的客户呢，主要是还是一些国内我们比较熟悉的开发者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WeBot， 我们之前一直合作，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呢，像收配，我们和收配共同推出的这个 Meta ID， 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设计 Meta ID 的它的底层的一些数据服务。然后呢，还有像小聪啊，之类的开发者，我们也在沟通和接洽中。其实像现在这些大家都是创业团队的情况下，更多的时候能够相互扶持，尤其是在这种就是比较早期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大家分工协作，把各自的这个优势领域发挥出来。然后呢，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生态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合作是共赢嘛。对，而且通过 Meta ID， 你是间接的就拥有了很多，因为冯新宇夸下海口说明年要上百个应用呢，所以你间接的就拥有了很多应用客户。我也希望能够，我也希望其实应用方，我们作为基础设施来说，应用越多，那些数据的价值就越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对，价值越大，我们的投入也越大。然后呢，能够开发出来的功能越好，功能越好，应用就越多。我希望能够未来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良性的正态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另外，我也相信，就是在未来2到3年之内吧 ，BSV 上会涌现出若干个非常大型的这种企业级应用，就是它的一个应用的体量可能就碾压了其他所有的小应用。对，每一天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能够支持这种大体量应用的数据服务商目前还不存在，因为
因为我是本身是搞这个的，对于各种服务商目前的这个性能啊，包括其实我大概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完全能够接纳巨大的那种区块容量的那种。其实我说这个话现在比较悲观，但是我觉得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已经远超过了同样竞争的那些币种，但是要和我们未来的星辰大海的那种目标相比，目前还有很多需要努力工作的地方。对，还需要对更加专业、更加分工化去来实现这些事情。嗯对，其实我这个问题是想问，就比如说这种极大型的企业及应用，其实他们自己可能也会有一部分的业务板块成为他们自己应用的这种数据，专门服务于他们自己应用的这对，个数据。这个的话，我比较有经验了。这个我本身工作就在交易所嘛。嗯其实打交易所它的核心业务，它其实就是交易，或者说交易所最核心、最专业的地方是它的交易引擎，或者说它的那个交易的那个生态，它能够拉来客户，能拉来人在它那儿交易，所以说这是它的核心的。但是交易所为什么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或者说在交易所里面，他们所需要的数据服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呢，这个交易所恰好它所需要的数据服务。就是我说的那种高价值的数据服务，因为它只存或者说它只管它自己的服务，它只管它自己的数据，它可能有一个专门的开发组来开发这个，比如说出入金的这个记录之类的这些数据，但是它不关心其他的人的这个出入金的数据，也就是它自己的数据价值对于它自己来说是最大的。而且作为交易所来说，它不可能或者说不现实去依赖其他的一个数据。第三方来给他提供出入金的证明，他对于这个金额，或者说对于这个真伪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做一个自己的，但是他自己的做的这个，仅限于他自己的这个领域可以用，或者说把他那个，比如说钱包产品能不能包装成一个能够给大家，就是说大量的开发者去共同使用的，或者说这个数据能不能服务更多的人？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系统，除了自己的那个业务逻辑来讲，很难去推广给外部去使用。或者说，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想介入我们想调用某交易所的那个权节点，可不可能？虽然他那个权节点也开在那儿，他那个权节点只能服务他一家公司，而真正我最后希望能够达到的那种数据服务商是服务多家公司。所以说这个里面能够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一些这个矿池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假，但是说能不能去和专业的只做这个事情的人相比，这个也并不是绝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这个阿里和腾讯他自己不去做某些东西，而是选择去收购做到 top 的公司。对，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自己做这个不够专业，已经竞争到 top 的公司是最专业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希望你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起步非常。我希望做大了，能被哪个大金主给买掉。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其实也是能把你们所积累的那些技能、所积累的那些经验，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出来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想跟你聊一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看过，就是 Steve Shadus 他前一段时间发过很多文章，还有接受过一些采访，谈到这个 Nano Service 纳米服务。其实这个是可以对像这种做一些数据服务或者做一些中间服务的这种链上服务商的一种很好的收费模式，因为你们直接就可以在应用终端用户他们发送的一笔交易当中就可以收到很小的一笔费用。而且这一笔费用现在在我们最新的BSV 节点的这个版本上，可以将非常小额的 UTXO 免费的归集在一起。所以虽然看起来一笔收费非常的低，但是这一些小小的钱最后是可以汇聚在一起的，可以免费的汇聚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发上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其实是需要上下游的衔接会更充分饱满一些，但是这个领域是很值得探索的，就直接把这个收费模式融入到交易里。对，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供应商就是套，其实之前在接洽的过程中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联系。套希望我们能够
其实因为现在我们走套的接口的话，其实都是通过 MAPI 广播的，但实际上这个广播出去之后，不只是套会打包这个交易，所以也会有其他的这个有竞争的矿池也会打包这个交易。所以说对于套来说，他可能不太满意，就是说，那个我们给你一个优惠的费率，然后那个，所以说现在他希望能够也是采用一种更新的模式吧，就是说把这个加入一种。要么就是说采用月费的方法，我直接给套灌零手续费的交易，因为零手续费的交易广播不出去，就是说传播不了，只有套自己可以打包。然后呢，其实它现在已经打包了一些0.1的这种费率的交易。我们经常会看到套动不动打一个特别大的包，然后里面包括了很多这种0.1的这种交易。然后呢，后面可能会采用一个月费的方式，就是说他每个月给我一个类似于你打包了多少交易啊，这个整个一个按月支付的，然后呢这种模式，然后呢来汇集一些这个交易，包括刚才丽丝提到的这个就是低价值的 UTXO 的汇总这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优惠的费率，这个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接洽和合作。对，目前来讲的话，只是提供这个 MAPI 的广播服务，然后呢后面的话。也会合作去探索更多的这个可行的模式。所以初步你们决定开始收费的话，还是以这种license 的这种形式，对吧？注册的这样子的形式。准备什么时候上线呢？因为这个功能比较复杂，它需要牵扯到，因为收费需要有钱包嘛，首先需要有账户机制，需要一套用户的这个账户机制，因为你不知道找谁收费嘛。而且他收了费以后，他需要持续的这个享受这种服务的话，他需要有这个账户，所以说一套完整的账户机制，目前的话已经有方案了，但是还在开发过程中。然后呢，账户机制以及配合的这个密钥机制了，就是加密的密钥机制，然后呢以及对应的钱包，我们收费的钱包，然后呢这个钱包，我们因为这个钱包只是用来给我们的服务收费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托管的钱包。就是和之前瑞泰斯威的钱包并不太一样，或者说和现在大家用的这些主流的钱包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钱包是完全托管的，里面的那个密钥是由我们来保管的。就是说用户只有一个账户，就是说登录这个账户，而且这个钱包不建议用来存钱，这个钱包只是用来购买我们服务用的。所以说后面需要开发这种钱包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收费，然后。当然，这个钱包本身是不需要去管理的，因为我们内部就有这个已经其实做好了管理钱包的基础设施了，所以在这个钱包的开发上会比较快，预计可能2个月、3个月之后会上线这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目前方案还在探讨中，怎么样采取一种就是说对于大家来说相对公平，而且计费比较容易。对更多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计费模式我觉得是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对，大概会2、3个月之后会考虑这个上线这种收费版的服务。当然，收费版服务会有一些非常高级的功能，就是说或者说其他的厂商没有提供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订阅地址的这种服务，就是说你听一个地址，然后这个地址来的交易，我们会推给你一条信息。当然，这个免费的是一个地址你可以听。那付费的情况下，你可以听一组地址，比如说一批地址2000个同时监听。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听2000个地址和听一个地址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的话，就是要去存2000个地址，这些其实是一种比较或者说特异化的服务了。还有包括 XPub 这种 ，XPub 我们预计会支持1到2000个地址，这种级别的这个钱包都可以去支持。所以说，像这些比较高级的服务的话，后面是付费模式，但是我们又不想把这个付费的模式做得太复杂，因为太复杂的话，我们开发量也大，然后呢，用户在使用体验上来说也并不太好。所以说，目前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使用这种订阅制的模式，可能会分成不同的几个档，但是不同的档有不同的月费之类的。明白。那也就是说，你们马上要推出的这种付费模式，其实相当于首先用户要在你们平台上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账户，有一个账号。然后呢，对于这个平台账号来说，用户可以变为付费升级为一个
叫什么，就是高级会员这种形式，对，就是付高级会员费用户。解锁更多的这个功能，对，所以类似其实你于这样的。付的是充值了之后，它就相当于有这个 license 了。然后呢，这个充值的账户其实是嗯，你们一个中心化管理账户，相当于平台的积对，分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它这个账户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有点像交易所的那个钱包，你嗯就有点像把钱存到了交易所，但是你是可以随时取出去的。你要花钱的话，是通过通过这个钱包去花钱的。当然，你花的这个钱因为密钥是我们来控制的，那个花钱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来控制的。所以说，当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需要往这个钱包里面充钱，充钱了之后，你也可以随时把这个钱去提走。对，类似于这个嗯，样子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个钱包只是像用来，微博，就是像我们的小机器人。对对对，有点像微bot 这种模式。嗯你就是可以把钱提走，然后呢，你要付费的时候，你可以更快捷的付，因为最快的一种方法没有更快的，就无论是什么多签呀，还是什么那种门线签名，其实越安全的做法越麻烦。对于我们这种只是用来收费的钱包来讲，而且大家也不会放太大额的金额在里面，包括微 bot 这种用于打赏的这种钱包来讲，我觉得中心化的管理其实反倒是一种更好的选项。对，对，我觉得甚至未来很多应用，就是虽嗯，然有 BSV 在底层，可是用户甚至都看不到 BSV 的这个数值对在上面。对。对。那既然你们相当于平台是开始让大家能够注册有用户制了，所以你们会设置一些类似于像 KYC 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用户信息的收集吗？为了未来更加我们目前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其一我们不涉及资金的这个服务，我们不涉及金融嗯服务。嗯对，因为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数据的查询。你作为数据查询的话，你查到那个数据，其实你不从我们这儿查，你从任何地方都可以查到这个数据。所以说这个过程本身不需要 KYC，当然你又不在我们这里面进行交易，也不在我们这里面有这个资金的往来，我们这里面的东西也没有提现的东西，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这个 KYC。而且因为做 KYC 会阻挡这个开发者进入我们系统的门槛，所以说，嗯，我们目前考虑的这个账户其实就是非常大家日常常用的，比如说用 Google 邮箱登录啊，或者是，后面可能考虑用微信登录之类的，就是第三方的 OAuth 登录。你登录进来了以后，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本身也不需要保存这个用户的这个账号，你的账号由更大规模的这种服务商去保存。然后呢，在我们这里面就是用一个第三方认证的服务。你比如说，你用你的 Google 邮箱，你快速的点进去，Google 校验一下回来，然后我们这边就认为你通过了。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账号这个来讲，我个人是希望做的越简单越好，大家进入的门槛越低越好。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什么涉及隐私或者说涉及到那种金融服务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作为开发的一个工具来讲。当然是门槛越低越好了。除了面对这种个人开发者或者像一些普通用户成为你们的付费用户之外，我相信你们未来最大的一个盈利的方向或者是盈利来源，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跟一些应用或者跟一些企业直接合作，长期合作。对，企业也通过使用你们更稳定、更高效的这种数据服务，能够提升他们自己产品和服务的水平。然后从而从他们的用户当中再收更多的钱，然后来给你提起这一点，其实因为之前我们跟 NoteSV 其实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服务那个应用了。其实最开始那个龙哥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批的使用的用户。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收费还有一个更大的意思，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在这里面，因为你收了费，你要对你的这个用户他的这个服务质量要负责，对。收费本身其实就是承担了一种责任，所以说，这里我就非常抱歉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 1.0 版本因为做的不是非常的完善，就是说给这个 NoteSV 开发呀什么造成了不少的这个负担，包括他们的这个设施啊之类的也经过了一定的改造。因为我们这个服务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不可访问的嘛，所以后面我们在推出，肯定是保证我们的这个服务足够稳定，或者说我们有这个信心，说能够对得起我们去收的这个费的情况下，再去开放这个收费服务。因为你收了费，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尤其是基础设施服务商，我们掉线了以后，
之前就会出现过我们的，比如说一两个服务挂了，导致好几个应用同时，都出现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品牌啊，包括我们这个信誉方面都有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收费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慎重、需要慎重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说，去能够提供稳定的，而且我们也事实证明长期稳定运行过很长时间了之后，会去考虑开放这种收费的服务。其实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对于应用来说，他们也应该考虑跟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这种数据服务商去合作，让他们有一个 backup， 就是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备份机制。对，所以你说的这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双向的，就是还是因为我们生态还在早期嘛，未来发展壮大，当你们这个领域数据服务商领域变得竞争极度激烈的时候，是吧？对，我希望是有更多的这个更强的竞争对手出现，然后呢，能够提升整体这个行业的这个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就目前来说还是都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呢，希望真正关注比特币生态发展的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协会的公众号，然后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一些活动。我觉得每周三晚上这样的活动跟大家一起交流，就我也是学习，我相信嘉宾们其实也是能收获很多灵感。然后非常感恩，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拜拜。大家节日快乐，节日快乐。拜拜喽。